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雨中还掺杂着细小的夜雨，而这间被暴风吹散的废弃破房，竟成为了安娜在荒原中唯一的一点人性。徒步穿越2天的安娜，即将就要走出北部荒原，可就在这时，雷声却由远至近的响起，这是一种不好的预兆。她现在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处掩体藏身。下雨前是野生物种最活跃的时候，为了安全，她手中拿着一截很长的树枝防身。安娜从远处就看到了这间破烂的房屋，于是她走进破房，开始查看里面的情况。她猜测这间小屋可能经历过风暴，但在这百里无人的荒原中，这间破屋就是能利用上最好的掩体了。于是她决定将其改造，争取在恶劣天气到来前，将它改成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临时庇护所。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让你带3件装备，利用小屋生存，待1天就有500，你能待多久呢？然后把你要带的装备说出来，我看看评论区谁的装备最受欢迎，记得收藏一下。2天后回来看谁才是得胜。雨水来得很快，安娜现在必须要加快速度。这间破屋可利用的材料很多，她开始拆卸小屋上面还能移动的木板。她要利用这些木板将小屋搭建出墙体，这样做就可以用还算完整的木板修复出一部分的空间，而这部分空间的屋顶也相对完整一些。另一侧，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将墙体进行修复。大风突然来袭，天色也开始变得阴暗。安娜将她所在的位置尽可能的用材料，风光进来。现在这个季节雨水非常刺耳，如果身体被打湿，就会面临失温的风险。她将屋顶盖上塑料布后，就回到庇护所，躲在避雨间。看着外面的屋顶，她在想着一想，虽然屋子很破，但确实有人住。她感觉自己挺幸运的。北部森林随着夜晚的到来，温度就会迅速下降。安娜感觉身体很潮湿，她开始在这里组装庇护。徒步2天，她都没有遇到适合的掩体。前几天的夜晚，她都没有使用庇护，而今天她也终于可以让身体脱暖和。她的手这几天一直都是凉的，现在的这种温暖，实在是让她感觉太舒服了。紧接着，他开始将上午带来的那根树枝进行分割。他要准备出更多的柴火来抵抗这湿冷的寒冷。给壁炉再次添加柴火之后，他躲在庇护所的角落。虽然外面下着雨，但是他守在壁炉旁边，能感觉到壁炉持续带给他的温暖。喝过一杯热水后，可能是感觉到了温暖，听着雨声，没一会儿他就睡着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就是这间破屋竟守护了他1夜，还帮他抵御了一场突袭的冰雹。